乌军无人机关停俄罗斯炼油厂。乌俄最新战报，乌军在各大战场夺回多个阵地。波兰部署黑豹坦克，强势镇守俄边境。乌克兰和美国合作开发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G7集团重申对乌支持。以色列摧毁伊朗核基地。精彩资讯即将开始。乌军无人机在限制前线俄军行动和打击俄军能源设施上正在发挥关键作用。综合乌俄双方的消息，11月16日，俄军再度对俄罗斯多地展开大规模空袭，其中以攻击布良斯克最为频繁。报道称，俄军防空系统即便紧急启动，都赶不上趟。目击者称，布良斯克多地传来轰隆巨响。同时，还有50多架乌军无人机夜袭了俄罗斯克拉斯诺尔边疆区的克雷姆斯克战斗机基地。据悉，该地区位于北高加索地区，与黑海和亚速海接壤，距离乌克兰边境约220到250公里。而克雷姆斯克基地则是俄罗斯第3战斗机航空团的驻地。在袭击发生时，基地内停放着该航空团的苏 27SM3 和苏 30M2 战斗机，具体战果有待进一步披露。另一方面，乌军无人机对俄罗斯各大能源基地的打击在持续的同时，也对其石油出口造成重大影响。据路透社的报道，由于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北约、欧盟的制裁以及高利率的影响，俄罗斯炼油厂已经入不敷出。尤其是近几个月，俄罗斯炼油厂不仅产量急剧减少，而且每吨都要损失高达102美元，已难以维系生产。报道称，俄罗斯图阿普谢、伊尔斯基和新沙赫金斯基这3座炼油厂疑似已被迫停产。此外，基辅独立报16日援引奥地利最大天然气供应公司 OMV 的报告称，奥地利和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合同已于16日结束，这标志着目前在欧盟国家中只剩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还在依赖俄罗斯天然气。同时，这也意味着在高通胀和能源市场不确定的情况下，俄罗斯2025年的国家预算收入将进一步下降。如果再叠加此前分析的经济影响，俄罗斯的困境将愈发明显。前线方向，乌军在各大战场夺回多个阵地，波兰部署黑豹坦克，强势镇守俄边境。库尔斯克前线，乌俄双方都不愿意放弃这块筹码，都在拼命向这里输送更多士兵和武器。16日，乌军36旅、乌军95旅等部队成功在克列涅沃东南多地阻击了俄军的猛攻，尤其乌有骑兵部队还在新伊万诺夫卡前沿展开行动，重新夺回了多个阵地，并再俘虏了一批俄军。据悉，这已经是近1周以来第2批俘虏的俄军士兵了。而在装备上，俄军也遭到了重大损失。网络上流出了大量俄军装甲车被击毁在乌军阵地前的画面。如在最新披露的战场视频里，乌军无人机和标枪导弹配合，打得俄军装甲纵队抱头鼠窜。俄军士兵在丢弃多辆 BTR 步兵战车和坦克后才得以逃脱。据外界数据推算显示，俄军在这近1周的反攻行动中损失的装甲单位数量很可能已经破百，只不过俄罗斯官方始终不肯发布战报，火力军无法进一步确认。当然，俄罗斯说他们损失很小，可以肯定是假话，因为除了战场视频这个证据外，11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乌克兰情报评估报道称，朝鲜为协助俄罗斯重新控制库尔斯克，已向俄罗斯提供了50门朝鲜制造的170毫米 M1989自行榴弹炮和20套经过现代化升级的240毫米多管火箭系统。只不过朝鲜制造的武器质量曾遭到质疑，韩国情报机构此前曾报告称，朝鲜援俄的都是70、80年代的武器，质量堪忧。其国防部长申元直还曾在6月表示，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多达480万枚炮弹，但到了乌克兰战场，估计1/3都不会响。截至目前，库尔斯克的整体战局依旧焦灼，乌俄两军虽没有重大的推进，但考虑到这里毕竟是俄罗斯领土，可以说乌军攻入库尔斯克的战略是成功的，俄军已陷入鏖战状态。在乌克兰战场切尔尼戈夫州，据乌克兰的国家边防局发布的视频显示，11月16日，一架乌军无人机销毁了苏多斯特河桥上的一面俄罗斯旗帜。乌军情报表示，俄军的侦察和破坏小组并未在大桥附近建立持久阵地，或者说俄军并不敢采取进一步行动。乌边防局发言人安德里·德姆琴科对此称，乌克兰已在此地区部署了更多部队，以抵御俄罗斯的破坏行为。库皮扬斯克方向被驱逐的俄军目前正在该市北部郊区活动，同时锲而不舍地尝试再度攻入市区。11月16日，坚守此地的乌军第92旅的指挥官直言，俄军正试图在新年之前占领库皮扬斯克，从而打开哈尔科夫的门户。他称，乌军面临的压力不小，但截止目前，俄军的攻势均被击退，并在过程中又抓了一批交换基金。另外，在克里米纳前线，
在乌军反击过程中，乌军大炮还将俄军第19团团长叶夫根尼·拉德诺夫上校清除，这已经不知道是俄罗斯第几位惨死的高级军官了。托列茨克方向，乌克兰亚速军团和其他部队正在托列茨克市区内逐步推进，并在扎巴尔卡区的几个街区驱逐俄军。报道称，截至目前，托列茨克市至少已有70%的地区重新处于乌军控制之下。库拉霍沃方向，乌军形势不容轻松，俄军的不断增兵还在持续，同时正从此地的东部、南部和北部施压，从而完成一些突破。如11月16日，据俄消息来源称，俄军正从新塞蒂迪耶夫卡以南向贝列斯基推进，从而为打开库拉霍沃中部创造条件。另外，据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彼得罗·安德留申科11月16日表示，俄军正从别尔江斯克、马里乌波尔等方向调集更多的武器弹药至库拉霍沃，以支持俄军行动。安德留申科指出，这是自2023年春季以来，俄军在马里乌波尔进行的最大规模运输活动。可以说，如今的库拉霍沃地区已经成为乌俄战场的新焦点，且正处于俄军的猛攻之下。而乌军目前正在构筑新的防线，战场状况有待继续观察。在乌南战区，据乌军南方作战司令部16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第114战术航空旅使用 GBU-39直径炸弹对赫尔松左岸的切尔波尔达的俄指挥所发动袭击，并成功将其击毁。接下来，乌军估计会对该地发起新一轮反击。在克里米亚当地重要的港口城市叶夫帕托里亚疑似遭遇乌军的新一轮攻击，目前还没有详细的数据传来，具体消息有待进一步验证。值得注意的是，乌军在前线作战的同时，也时刻警惕着后方的叛徒。据 ABC 新闻报道，11月14日前后，乌克兰安全局抓获了一个正试图向俄方透露乌军特种部队作战计划的叛徒。报道称，此人长期活跃在克里米亚和扎波罗热一带，实施针对性的侦察破坏行动。根据计划，他会将这些关键区域的地理坐标和部队部署以情报的方式传送给俄军，从而发动对乌军目标的袭击。幸运的是，叛徒已经正式被基辅方面逮捕，而等待他的将是军事法庭。据中时新闻网16日报道，波兰已将从韩国进口的 K2 黑豹坦克部署在了距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边境仅数公里的布拉涅沃市。16日，波美拉尼亚新闻秘书科斯琴斯卡少校发表声明指出，这是华沙应对不断升级的乌俄战争所采取的正常措施，同时表明了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虽然俄罗斯尚未做出回应，但有一点可以确定，波兰的 K2 部署令肯定会让俄罗斯对加里宁格勒的安全更加担忧。目前，该飞地已被北约部队包围，且与本土隔绝。而波兰部署的 K2 坦克来自2022年8月波兰与韩国签署的34亿美元采购180辆 K2 坦克合约。据军事观察16日报道，目前波兰陆军正在迅速接收新一批的 K2 坦克。至于 K2 坦克的性能，其被外界认为是目前北约最先进的主力坦克之一，配备的自动装弹系统可减少25%的人力需求，有着射速快、燃油效率高、维修需求低的优点。它能以间接射击模式作为炮兵使用，同时其雷达、激光测距仪与侧风感应器能提供目标锁定功能，热显像更是可以 9.8 公里远距追踪目标。毫米波雷达系统则作为导弹预警系统，并可释放烟雾弹应对来袭武器，提高战场生存率。此外，波兰还大量订购了韩制的 K9自走炮、天无多管火箭系统、美制 M1 坦克、海马斯火箭系统等武器。波兰陆军预计将成为北约内仅次于美国的地面武装力量。据基辅独立报报道，11月16日，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美国宣布将与乌克兰合作开发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报道称，小型模块化反应器是一种运用了新兴技术，且允许在现场运输和组装反应器。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一份声明显示，该合作伙伴关系将帮助乌克兰制定出路线路，并提供技术支持，从而帮助乌克兰将现有的燃煤发电厂安全地向小型模块化核电站过渡，帮助乌克兰钢铁产业完成脱碳。此外，该大会上的 COP29 的项目也将在乌克兰建造一个试点工厂，以展示使用模拟小型模块化反应器技术生产清洁氢气和氨的过程。而之所以有以上这两项合作，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和俄军的大规模空袭有关。报道称，俄军的大规模空袭中夺走了乌克兰发电部门一半的产能后，预计会使乌克兰面临残酷的能源危机。而面临寒冬，乌克兰自然急于重建其被摧毁的能源结构。受此影响，许多外国合作伙伴抓住机会，开始寻找更绿色、更可持续的能源解决方案，这才有了上述的乌美合作。现任拜登政府的副国务卿理查德·维尔马称，支持美国、黑石等企业积极参与乌克兰的战后重建。他重申称，白宫将尽一切努力继续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11月16日，G7集团在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的倡议下发布联合声明称，
只要乌克兰需要，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继续支持乌克兰，并通过制裁、出口管制等有效方法，让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付出巨大代价。即向乌克兰提供的500亿美元贷款，目前该项资金已被确认，首批贷款将于12月发放。同一天，据基辅独立报报道，日本外务大臣岩屋义在基辅与乌克兰外长西比哈会晤时表示，在美国总统权力交接和俄朝军事合作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将继续援助乌克兰，包括为乌克兰提供过冬所需物资。据悉，岩屋义是日本石破茂政府中首位访问乌克兰的官员。此外，以色列援助给乌克兰的空袭预警系统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部署阶段。据乌克兰驻以色列的大使叶夫亨·科尔尼丘克称，该系统将能精准预测空袭的目标区，并做出警报判断。某种程度上，这也标志了以色列军援乌克兰的开始。11月15日，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报道称，在10月底以军空袭伊朗的行动中，以色列把德黑兰附近帕尔沁军事基地里的伊朗绝密核武器研究中心塔勒汗2给炸了。报道称，该研究中心自2003年以来，它对外就一直显示处于休眠状态。但摩萨德情报称，从去年开始，它就以民用研究为幌子，秘密恢复了核研究活动。更为关键的是，美国官员甚至表示了它的存在，只有伊朗内部的小圈子才知道。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该核基地的建筑已经被完全击毁。外界分析，伊朗过去1年在核武器研究上的努力也化为泡影。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回应此事，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证实。另外，据《纽约时报》报道的，马斯克会见伊朗驻联合国大使阿米尔·萨义德·伊拉瓦尼的新闻，遭到了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奇11月16日的驳斥。根据法新社报道，希腊宣布将对其武装部队进行全面改革，重点加强无人机系统与网络战能力。若是希腊在乌俄冲突中吸取的教训，希腊政府发言人帕夫洛斯·马里纳基斯表示，这是希腊历史上在国防方面进行的最重要改革。在此次国防改革中，重点之一就是创建带有覆盖整个国家领土的防空穹顶与反无人机防空系统。为此，希腊还计划采购一颗卫星，优越安全的卫星通信与警报系统，以此来满足武装部队的需求。希腊国防部长尼科斯·登迪亚斯表示，面对未来不确定的战场环境，希腊必须尽快完成军队现代化。武装部队将引进4种不同的无人机系统，并进行合并部队淘汰老旧武器。在登迪亚斯的设想中，每支部队都将具备无人机作战能力。在重组军队的同时，希腊为了节省资金，从明年起将关闭130余个军营，目标在10年内节省20亿欧元的军费开支。军队重组的细节将在年底公布。虽然这项决策在短期内会引起一些争议，但从长远来看，对武装部队进行重组，在与引进新技术相结合，可以为希腊的国防现代化奠定一个非常不错的基础。与此同时，希腊还将与以色列、法国等国家展开合作，引进先进军事装备，确保希腊在国际军事舞台上的竞争力。根据消息人士透露，希腊计划利用新武器、无人水面舰艇、无人机以及雷达等手段，建立多层级的武器系统，来加强目前的防空穹顶。另外，在这次改革中，海空与空军同样备受关注。其中，海军方面将加强战略打击能力，同时增购反无人机系统，来增强海上防空能力。希腊还与美国合作设计星座级新型护卫舰，与欧盟合作设计轻型护卫舰与潜艇。预计这些项目将在未来10年内为希腊带来超过60亿欧元的收入。在空军方面，希腊将继续扩充战机编队，未来将拥有200余架飞机，将以法国阵风战机与美国 F-16、F-35战机为核心，加强空中作战能力。根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月16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位于以色列北部城市凯撒蒂亚的住所遭遇轻型炸弹袭击。根据报道，在内塔尼亚胡的住宅院内落下2枚照明弹，掉落范围是内塔尼亚胡私人住所的周围，距离黎巴嫩边境约70公里。目前，以色列已经展开了调查。针对此事，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卡奇奇行为已经越过了所有红线。以色列总理正在遭到中东其他武装的威胁。以色列安全部长塔马尔·本格里夫同样进行了谴责。而在10月19日，该住所还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根据当时以色列军方的说法，有3架无人机从黎巴嫩方向飞来，
其中1架无人机击中了凯撒蒂亚的建筑物，另外2架被击落。根据媒体报道，11月16日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在11月5日，以军对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真主党基础设施进行了又一轮空袭。声明中表示，这些遭遇袭击的目标是真主党武装的武器存储设施、指挥中心以及其他设施。以军表示，在发动空袭之前，外军向真主党所在的建筑物附近的平民发出了撤离公告。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在此次袭击中，以色列使用了每至2000磅航空炸弹，1栋11层高的建筑遭遇袭击。此外，在15日的袭击中，该军还夷平了贝鲁特南部郊区的其他几栋建筑。根据媒体报道，台湾自研潜艇海鲲号目前正在持续进行 HAT 坡港测试。军方表示，2025年11月交付海军的7成不变，后续7艘潜艇的量产计划同样没有进行调整。1月16日，台湾军方表示，考虑到海军未来将装备8艘海鲲级潜艇，再加上2艘经过性能提升的剑龙级潜艇，台湾未来将拥有10艘潜艇。这就意味着台湾需要自行拥有一定的潜艇救援机制，尤其是深海救援。在此情况下，海军必须拥有可执行紧急救援任务、具备深海救援装备的潜艇救援舰。按照军方规划，预计将在2027年建案采购，总金额将达到101亿新台币。对于救援舰艇的筹划方式，军方先前规划以自研方式建造，不过针对舰上部分设备，可能会向外界进行采购，比如具备深海救援能力的 DSRV 救援艇。至于其他系统设备，会向本土厂商进行采购。不过台湾也有些顾虑，因为特朗普即将在明年入主白宫，有些采购案的方向与项目可能会有所改变。救援舰可能会争取向美国整体采购，由美军负责筹划，然后再交付给台湾。不过这意味着在采购总金额上会有增加。当然，台湾也有自主建造的项目正在推进，那也就是海军新一代多任务潜艇救援舰安海专案。首舰于2021年8月在高雄早川上举行开工仪式。这款军舰是台湾自主建造舰艇项目的一部分，未来将承担海军潜艇救援、海上拖带、海上救难救活、获得少量干货补给等任务。全长87米，标准排水量3250吨，航速18节，可以连续航行10000公里，可以搭载615吨各类物资。舰首还拥有一门20毫米机炮，背桥顶部安装消防水炮。舰尾设有航空补给区，但无直升机起降能力。另外右舷设有救生艇，左舷设有潜水救援设备调放系统，搭载一部耐压100米深度的潜水钟，并具备搭载 DSRV 救援潜艇的能力。根据招标时的消息，台湾安海项目首舰确定的预算约为30亿新台币。根据媒体报道，欧盟执行机构批准3亿欧元，用于5个成员国联合国防采购案，将为每个专案提供6000万欧元，其中涉及西北方防空系统 LIS、PSLM 中程防空系统、装甲车辆以及各类弹药。根据报道，这是通过共同采购加强欧洲国防工业法案的首次实施。该项法案是在2023年10月9日通过的，将激励成员国之间在国防采购方面的合作，以此来增强团结，防止挤出效应，同时还能提高公共支出的有效性，并减少国防采购中的过度分散。根据该项法案的规定，联合采购需要涉及至少3个成员国，都可以从欧盟预算中获得补偿，金额为3亿欧元。通过这项法案，可以加速欧盟工业结构调整与开放跨领域供应链，促进欧洲国防相关工业和工业基础的竞争力与效率。同时，法案要求至少65%的最终产品组件必须来自欧盟或者相关国家。而在2024年3月份，欧盟还发出了首份欧洲防务产业战略，重点加强由欧洲防务基金扶持的研究项目，同时鼓励欧盟成员国共同采购军事装备，不仅是为了应对俄罗斯威胁，同时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欧盟表示，在2030年，当实现各成员国采购武器武装中的一半，将由欧洲自主生产。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以色列为何要在川普胜选、拜登还在任时选择摧毁伊朗核计划？是在向川普施压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